本节目由东森自然美独家冠名播出。彩杰，你是拍完《小时代》，突然之间变了一个流量非常大的女演员，你现在粉丝有多少？现在微博的话3000多。哇，那很多哎！我有多少啊？2000了，2000我已经觉得很多了。那你适应吗？因为现在所有全部都是数据化嘛，然后去界定你的一个价值。有的时候会真的很渴望回到，比如说90年代那个时候，网络还没有就是全面覆盖的状态下，那种人感受一件事情、欣赏的那些，都跟现在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个你也想得太多了，可能我生存在80、90年代，还要我觉得民国的时候很浪漫啊，要写信啊，这个坐船去什么考状元呢，永远觉得上一个年代最浪漫的，就是对，当然也浪漫，但是可能再过30年，他们会觉得你那个年代也是很浪漫的，还是要在当下活好我们自己的人生了。那些流量的数字会给你带来压力或者是困惑吗？就其实我在演《小时代》之前，我那个微博的粉丝大概只有90多万，算是一夕之间，很像那种一路涨停板那种上去，确实还是会很被这种实质的这种你会不会觉得去飘在云里面一样？那倒没有，因为可能性格的关系，就还是自我否定的部分比较多。我觉得你好像经常在否定你自己，你对自己要求很高啊。但是嘉玲姐，你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我对自己要求也很高的，但是我还是要肯定我自己的一些努力，要不然你老是否定的话，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会一直累积出来。对。然后就我是单亲家庭，我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些事情，基本上这些事情是已经过了我才会说出来，就是那个当下我还是比较习惯自己去解决。可能你是单亲家庭长大，这个会有很大的影响，因为我身边那个梁先生，他也是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，所以他从小可能到现在对他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，因为他永远都觉得世界可能并不那么完美啊，有很多question mark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那样？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素？我觉得是。你是跟着爸爸长大的？对，因为妈妈是过世了。那时候我大概12岁嘛，我爸爸真是一夜白发，就是那样子的家里的一个巨变。然后我有一个姐姐，一个弟弟，家里有3个孩子。一开始出来的时候，我是很明确，就是说我要帮着爸爸来做爸爸，有一个责任心。对，就我要做他背后的那个力量。哇，很感动的。就是小时候的一个自己内心给到的责任，就是说家里也不是说有多困难，其实爸爸也工作，但是一个父亲要去照顾3个孩子，有他很辛苦的地方。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什么样，自己的感受或自己的喜好，我都可以放一边，因为目标非常的明确。然后经过这些时间，当然也有一些很实质的肯定。然后到现在，好像终于可以回过头来顾一下自己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相信您应该也经历过，就比如说那时候戏特别多尬戏啊，或者是也是在一直奋斗的阶段，我就觉得整个五官都坏掉了。但是您可能没有那么严重。有，我觉得一定有过之而不及。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尬很多戏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
就是吃你也不会为这个味觉感到喜悦，对，然后感受不到四周，对的，对的。就其实从小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是有一个呐喊，就是我不知道我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女人，但是我今天真的就是要来和嘉玲姐见面，然后我想到说，我小时候我就是不想活成你这样的女人，啊，就是在你的世界里面。有你事业带给你的成就感，然后有你自己打造的家庭，有爱情，就在自己的这个范围里面就已经非常的满足。其实我也是从你这个阶段一步一个脚印，受到打击、挫败，然后勇敢的站出来。其实这个过程还是要自己去走出来的。对，要自己。而且我也不是那么完美啊，我现在还在路途上。你跟粉丝之间的交流是什么样子的？有时候觉得这个关系就是特别奇妙，我觉得有点像恋爱的关系，就是双方都在去找一种舒适的状态。偶像其实带给的是一种，有的时候可能是慰藉，但是很多时候是启发。是的，是的。就比如说像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，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一直在吸收能量那种，那种。给你多一点，给你多一点。我真的，昨天晚上我是失眠的状态，就是。很兴奋，因为有这样的机会，就是可以这样一直，那么理所当然的看着你这样的，所以很兴奋。那你之前是拍电影、电视的，现在开始回去创作音乐，为什么呢？我自己觉得歌手的身份其实框久了以后会失功能。哦，是吗？我就有一次就是生病了，然后我发现我自己。不知道怎么去挂号，然后我就觉得太扯了，这个事情不能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对，生活不能自理。然后所以后来我其实很享受，就是在剧组的生活，大家可以一起去创作一个作品。对。但是后来可能我就不太会选剧本，我每一次就是非常投入、专注的去准备一个作品，但是。反正最后出来都挺失望的。哎，你跟我有类似的地方哦。你拍了亦舒的《喜宝》，我也拍了张爱玲的《半生缘》，我们的成绩都不太好。我是200%的付出了，那出来的结果不是我能够把控的，反而做歌星在台上就看你一个人了。但是曾经也不是，就是因为曾经我没有办法全部的去参与这个创作，以前就是用名字然后就去收歌，好像去扮演一个这个歌手的那种感觉，就一直到后来，我大概是前2年的时候，我去参加一个乐队的节目，然后过程当中，我和所有的乐手的那种交流，包括我对于歌的一些想法改编，然后视觉怎么的，我突然把自己抓回到那个大学的时候，就是在入行前给自己定了这条路以前的自己，我就很激动，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慢慢的就好像埋下了那个要再回来做音乐的那个种子。哦，你现在那些歌词都你自己填写吗？对。你那个哪哭哪是不要哭，对，不要哭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歌呢？其实2020年就反正整个世界都在重组嘛，大概春天那会儿，我经历了一个很黑洞的事件。哦，是吗？什么事件？对，其实这个事情呢，大概发生在10年前，那时候我刚出道，网络上面就突然有一些谣传我生病，然后就跟我根本不熟的男前辈，根本就是一些很荒谬的事情。当下也没有采取什么法律行动啊，甚至是出来为自己去澄清什么。结果后来因为一个缘故，把这个整个事件又引出来，在10年后，那种很负面的情绪全部都引出来了。然后我其实最觉得感到抱歉的其实是自己，就觉得在10年前的那个时间点上面，我没有站出来保护自己，因为可能唯一能够为自己做点什么的，只有自己这个人。我也发生过很多
很惊天动地的打击的，而且我也跟你一样，10年后重新再拿出来被人家讲一次的，你会觉得为什么命运对我有一些不公平啊？但是我又觉得也很公平啊，他给了你一个功课，你考试合格 ，OK， 你 pass， 我给你在阳光的未来嘛。我们每天都得有心理准备去接受一些挑战或者是挫败，而当这种挫败来的时候，以我的经验，你要感恩了，老天爷给你做功课，你有很好的下一步等着你去走啊。我也想问嘉玲姐一个问题，我一开始知道说有一个这样子的对话呀，然后我就想啊，嘉玲姐应该一辈子都是被访问的那个人，对，因为你性格很喜欢新鲜的事物，对的，是不是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会很好玩？是一个突破啦。我还是希望去尝试一下新的东西，因为你不做，你永远不会知道你能不能。所以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。但是一个女人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啦。我在跟你做访问的时候，我也上了一课的。对照我自己，家庭对我们的影响，就会造就出不一样的人。对。那你现在待在浴室的时间还很长吗？浴室？对，我有一次看说你是要一个人一个浴室间，然后你待在里面，你享受的那个时间特别长。你不觉得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生活、工作都是非常艰苦的，但我们有适当的时候，还是要让自己享受一下生活带给我们的自然美。东升自然美，变成今天的 slogan。对。上微博搜索“对照记第1季”，参与更多话题讨论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有一种关系成对出现，他们交替循环，彼于此，互为互替，相互较量，又相互交融。粉丝与偶像，大概就是这种交替关系中最立体的一个存在。我唱过《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》。因为人生就是无数选择题的堆砌，不存在捷径，也未必能如愿耕耘收获。我是平心于流量，决意埋头自娱于人的郭采洁。舍与得之间，成就了现在的我们。人生之河深与浅，顺与折交错，无常恒定。没有黑暗，光不能生；没有喜舍，哪来收获？想要成就更好的自己，唯有勇敢，可破一切阻碍。